怎么了？我们要再审审梁建秋。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们被他骗了，这女的一直在撒谎。什么意思啊？她之前说1号那天贺文俊出事之后，袁晓东给她打电话，让她把杨洋送去医院，可他还没有送到，杨洋就已经不行了。但我刚刚查了监控，他那天根本就没有去医院，而是从一开始他就直奔乡下去了老家。所以呢？所以杨洋根本就没有死在去医院的路上。这有什么区别呢？去医院路上或者去乡下？当然有区别啊！他没有去医院，说明他当时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急着去医院救杨洋，唯一的可能就是杨洋根本就没有病得那么的严重。他们一直在撒谎，他们故意把事情弄得那么的复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杨洋根本就没有死。这就是2号那天袁晓东去合江的原因，他是急着要把杨洋送出去。杨洋在哪儿？梁建秋，不要再隐瞒。我希望你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原原本本的交代清楚。孩子是不是在合江？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在不在？你们为什么突然又问这个2号晚上，袁晓东去合江的时候，车后座上这个小孩是谁？是不是杨洋？这怎么可能啊？杨洋1号那天他就已经……那车上这个孩子是谁？我不知道，那天就小东一个人在车上，根本没什么小孩。你之前说1号从姚军家里面出来接上杨洋就直接去医院了，对吧？对。在哪发现他断气的？我当时没太注意。你在这儿生活了20多年，你会不知道自己在哪？我当时心情很复杂。车停哪儿了？就停在玉河花园那边。你在天府大道的时候有经过农商银行吗？我忘了。你忘了？你根本就没走那条路，也没去医院。杨洋那种情况根本就没有严重到要送去医院，所以你开车去了乡下，对吧？小东已经在那个视频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杨洋那天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复纠缠这个？那个视频，恰恰是第2个问题。袁晓东为什么要录那个视频？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让他家人看到他痛哭流涕的样子吗？这一切不都是你们排演好的吗？为了让我们彻底死心，彻底相信他的谎话，相信杨洋已经死了，不在了，连尸骨都没有了。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让我们放弃寻找杨洋，是吗？还有孩子的尸体，袁晓东凭什么自作主张把他给烧了？连他的舅妈、外公外婆都不给看最后一眼吗？为什么？因为就没有尸体，对吧？你说2号晚上，你纯粹是因为和袁晓东的感情，才替他去了庙会现场交换赎金，目的是为了让他逃跑。他真的就是为了逃跑吗？
他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你们能这么做，绝不是仅仅因为这个。2号晚上你在庙会掩护袁晓东，是为了让他有时间带杨洋去合江，是吗？不是，梁锦秋，你说1号晚上杨洋就已经出事，那为什么第2天早上你还去村里面的药店给他买药呢？杨洋在合江哪儿？不知道。孩子还好吗？我给他输了液，他还昏昏沉沉的，没彻底好起来。他应该没什么事吧？你们是把杨洋卖了吗？谁帮你们联系的买家？小龙蜜？不是。卖了多少钱？刘晓东给你分了多少钱？卖了多少钱不知道，分了多少钱也不知道。你觉得你把所有事情顶下来值得吗？是这样的，刘晓东什么家庭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他杀了人需要钱跑路，你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做的决定，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梁锦秋，你也是很努力的学习，才有今天这样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啊？那天我本来还在医院上班，我都已经忘了上一次小东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喂，他问我有没有时间，他有点急事想找我帮忙。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一个就算饿死也不会找别人帮忙的人。他一见面就问我，如果一个小孩感冒了，吃了很多安眠药要怎么办？我当时就知道肯定是出事情了，我就问他，我就一直问他。最后他终于跟我说了实话。那天下午他就带我去了姚军家。当时杨洋还在昏迷中，看起来很严重，但其实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真正危险的是何文驹。小东偷偷告诉我，贺文军已经向杨洋家里人要钱了，一旦得手，他就会把杨洋卖掉。如果卖不掉，他就有可能会杀了他。小东就让我故意把杨洋的情况说得很严重，好骗贺文军出去找人，那样我们才有机会。那天等贺文军出去以后，小东又想办法把姚军也叫了出去，
他让我就在他家附近等着，一旦有机会，就过去把洋洋带走。喂，等我到姚军家里的时候，贺文军已经出事了。金秋，你听我说，你先别慌。发生了什么事啊？你带洋洋先走啊！你先带洋洋去乡下。小东，我们报警吧，我们报警吧。我已经杀了人了，我回不去了。听我的，你带洋洋先回乡下你老家，等我回来啊，哪儿都不要去，知道吗？洋洋，你先跟姐姐走，哥哥一会儿就到，好吗？啊。发生什么事了？滚！啊，小东，别乱来，我是杨军。滚！他真的是正当防卫才开枪杀的贺文军吗？那他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而是让你把洋洋带回乡下呢？故意让我们知道洋洋已经死了。袁晓东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想让你们放弃。什么意思啊？只有孩子死了，你们才会放弃。因为无论如何，小东不希望洋洋再待在这里。那他希望他待在哪儿呢？洋洋只有离开他现在的环境，他才不会变成袁晓东、姚军还有贺文俊那样的人，不是吗？你们知道吗？小东本来在我们周围所有人里面是成绩最好的那一个。那时候我们老师都说，其他人不好说的，但袁晓东是一定要上大学的。他以后说不定永远都不用回到我们这种小地方来。但是很早的时候，他爸妈就出去了。他去上学的时候，他们不在；放学回家的时候，他们不在。他在学校受威胁，他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哪做错事，抽烟、喝酒、打游戏，甚至打架的时候，也没有人管他。初中的时候，他入了一个帮派，就是当时那种小孩自己弄的古惑仔的那种。但和姚军一样，他们就是为了不被欺负，他们一人花20块钱，向那几个混混买了一个打火机，藏在书包里，那就算是入帮派了。之后他们就经常一起出去打架，翻墙出去上网打游戏，后面干脆连课都不上了。那个时候我虽然还没分开，但是几乎已经不见面，因为我们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架。后来他没考上高中，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吧，他离原来那个我认识的岳晓东就越来越远了。直到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本来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但他那天来的时候已经喝得烂醉，一进我房门就倒在了地上。我不是，我不是老。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染上毒品了。他以前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特别好强的人，尤其在我面前，他连一个求字都没有说过的人。那天，他居然开口向我借钱，我才知道他每天只吃得起1碗面，其他的钱全部用来买毒品了。我那天给了他钱以后，我就偷偷跟着他出去，我就看见他进了一个迪厅，在里面向一个人买了一小袋的东西，然后回到了他当时租的那个破烂的不行的小房间。袁晓东，开门！你是打算死在这里面，烂在这里面，是不是？你要是死在这里面，烂在这里面，那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小东。把门开开好不好？小东，开门！你开门！你走吧，不要再来管我。叫你开门！我叫你开门，你说什么？我叫你开门，你说什么？我让你走！你认识的那个袁晓东已经死了，我跟你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你离开我了，会有更好的生活。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到底是为什么？啊！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别哭，你把门开开好不好？你让我进去。好不好？我们有什么话不可以说？你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的。
他现在还在吸毒吗？什么时候戒的4、5年前吧，他就吸了1年多。为什么戒？就是去贵州那次，他去了很久。回来以后，我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几乎不和别人说话了。然后呢？他跟我说，他把毒品戒了，但我感觉他整个人看起来，连反应都特别迟钝。他有跟你说过在贵州发生什么事吗？他说了好多话，我当时就感觉特别不对劲，所以我就去找他。小东，小东，到底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求求，求求，我们杀了人了，我杀了人，小东，你说什么？我好难受。啊？什么？我杀了人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小东，小东，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患上抑郁症，也是后来他才告诉我。他也是回来以后才知道你也是这的人。所以一开始，你们就认识我。他去过你爸的追悼会，还和你去过同一家心理诊所。你们搬家、离婚，所有事，他都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埋了我爸？埋在了哪儿？他也没具体说。回来以后不久，他就去东莞了。他去找他爸了，然后又去武汉找过他妈。他真的去过东莞跟武汉吗？为什么袁晓东他爸他妈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确实没见过他，因为小东去东莞的时候，发现他爸在一家洗浴中心干着一份，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特别卑微的工作。而他妈
当时在武汉和一个他完全不认识的男人同居，他都去了好几天了，就是没去见他们。而杨洋，他爸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坐牢了。他妈生下他以后就没怎么回来过，他们现在看起来一副特别在乎他的样子。但杨洋好好在家的时候，他们又在哪呢？他连杨洋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爱吃什么、在哪儿上学、平时爱去哪儿玩，他们都不知道。当其他的小孩在学英语、学唱歌、跳舞的时候，杨洋连1到10都不会数。并不是他笨，他其实特别聪明，只是没有人教他。这些都是袁晓东跟你说的吧？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么跟你说，是为了骗你帮他？其实他早就想好了，要让你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洋洋，但私底下却是为了他自己。不是，只有你才单纯的认为，他是在做一件多么……我说了，不是，不是，不是！最终不还是把洋洋卖去了河江吗？你了解他吗？你了解他多少？你凭什么说他是这样的人呢？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洋洋好，他就不该把洋洋卖给那些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你知道买走洋洋的都是什么人？我说了，他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那些街上乞讨的孩子就是被人买去弄断了手脚、戳瞎了双眼吗？你觉得袁晓东这么做就是为了洋洋好吗？袁晓东到底把洋洋卖去了哪儿？不知道。梁金秋，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洋洋好，就应该告诉我们洋洋在哪儿。所有的事情都是袁晓东在做决定，他只是告诉我洋洋现在很好，其他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在河江有亲戚朋友吗？袁晓东呢？他有朋友在河江吗？没听他说过。他有去过河江吗？好像没去过。这几年他就没有到外边去过。他现在在河江吗？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洋洋应该还活着。你们说什么？你先别着急，我们也是刚刚才确认的。袁晓东之前一直在误导我们。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卖去了河江，但具体位置还不太清楚。河江？小东也是河江。我去找，我去找，我现在就去找。你怎么找？你知道河江有多大吗？别说是一个市了，就是一个县城，也都够你找半辈子的。可是我儿子在哪儿？我们已经联系了河江公安局，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调查的。你们之前不是也说吗？袁晓东特别疼洋洋，就算想把他卖出去，也不可能卖给不熟的人。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人在河江，尤其是袁晓东的？梁俊秋反正在那边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他之前好像也没有去过河江。他们医院的同事的档案里也没有河江那边的人。袁晓东在河江那个初中同学赵子明，我也问了，他们很久没有联系了。这个赵子明他有2个孩子，他在银行上班，老婆是律师，底子很干净。还有个办法，公布洋洋活着的消息。
什么意思啊？如果真的像梁静秋所说的那样，如果袁晓东对自己的人生彻底绝望了，所以才会把杨洋卖出去，让他远离现在的处境，那么一旦让他知道我们已经确定了杨洋还活着的消息，并且已经开始重新调查杨洋的下落，他会怎么做？你是想利用袁晓东对杨洋的感情，逼他站出来？你觉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就把他逼上了绝路。他本来就已经杀了人，如果再走到这一步的话，不敢想象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而且杨洋的离开，我不知道是对是错。我们是警察，要的是真相，不是对错。林队，你好。王局，您这边。林队，这边。好了，可以开始了。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幼童杨洋绑架案，近日传来重磅消息。此前被认定已经被害的被绑儿童杨洋于日前被警方证实还活着。对于这一重大刑事案件来说，这应该算是案发以来最好的消息了。不过杨洋至今下落不明。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负责本案的相关刑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看法。这个案子的确比较棘手，相对呢案情也比较复杂，因为案情重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前我们做出了这个杨洋可能已经遇害的这种预判。经过案子的进一步的侦查和审理，我们发现这是犯罪分子为了阻止我们进一步寻找杨洋的下落所提供的虚假线索。现在此案已经在侦破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杨洋实际上在这个案发的第2天就已经被犯罪分子转移拐卖到了四川的合江。案犯袁晓东，男，出生于1995年4月17日，高中文化，身高1.78米，体型偏瘦。希望广大市民积极为我们提供线索。杨洋还活着的消息公布至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从网络上，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广大市民对这一消息的真实反应。这一消息也让近期关注度逐渐降低的案件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然，这起案件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犯罪嫌疑人竟然是杨洋的表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动机和目的引发了大量的猜想。犯罪嫌疑人的行动目的和动机，当然也是我们的关注点之一。但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找到杨洋，让他回到家庭，回到父母身边。我们向整个社会和杨洋的家人承诺，无论耗费多大的精力，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调查，放弃杨洋。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一定会把他带回家。明天到临川最早的一班车是几点？对。到临川是吧？上。
熟悉故事书，真相在渐渐模糊，像冬天镜片起了雾，想挣脱束缚，又陷入逃不开的桎梏。是人都有错误，却不是都渴望宽恕。每个人寻觅的幸福，藏匿在灯火阑珊处，挥霍掉经年累月的赌注，体会捶胸顿足的领悟。等到惩罚被解除，才知生命本痛苦。这城市喧哗的陌路，只残留安静的孤独。谁知道这场莫名的演出，只是身不由己的旅途，用尽全身解数，始终走不出迷。